摩西在诗篇90篇中提到如何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到80岁。但其中所应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如果用绘画的方式描绘春天，那里有绿色的大地，有金色的阳光。然而春天呢，也是人们忙碌的时候，尤其是圣经年代的人们，大多是以从事农业为主。人们忙于耕种，那种劳苦是人们所忽略的，因为春天带给人盼望，人们的时间就在这忙碌中度过。而夏天到来的时候呢，人们又忙于收割，因为那就是人们所指望的食物。这一点也像今天的人们忙于挣钱。当人们忙碌的时候呢，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而今天的人们似乎天天都有太多很急的事，时间就是这样匆匆流过而不知。摩西说，强壮的可到80岁，那也就是80个春秋。人从年轻到年老，在摩西的诗篇中就是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一点呢，使人想到葬礼。葬礼上所宣布的，如同是对人一生的总结，就是关于那个人是哪年出生的，享年多少岁，他的配偶是谁，养了几个孩子。葬礼上只是叙述这个人做了什么，贡献了什么，而从不讲这个人的感受，那就是人心灵所经历的。而摩西呢，虽然在诗篇中也提到了年日，但其重点呢，却是在感受的方面。这也是摩西的叹息，就是我们人的一生之中，太多的经历都是属于劳苦愁烦。或许人们觉得这样的想法过于悲观，所以今天的人们倾向于将一切不好的感受都隐藏起来。曾有位美国牧师讲，在美国的加州，当你要问别人周末过得怎么样的时候，你得到的回答通常是说，我们去哪儿了，开车走多远的路，花了多少钱等等。当今的文化呢，就是已经习惯了用物质性的指标来形容自己的一切。有时候人们故意回避的就是那个怎样。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看到即使那些被圣经记录的人物，上帝也只是记录他们人生中值得纪念的那部分。比如约瑟这个人，圣经提到他17岁经历的不幸，虽然他后来在埃及成为大有权柄的人物，但圣经也没有特别的提及。埃及呢，也是一个充满古代奇迹的地方，但那些也不是圣经所关心的。圣经只是描述约瑟为了使他的兄弟们以及父亲定居埃及而做出的决定，以及法老做出的决定，而在那以后的那些太平的日子都没有再提及。摩西呢，在他的前40年是在埃及过着王子般的生活，那是人们所向往的，但圣经呢，却只是强调他再次面对法老，就是与法老征战的那些事。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看的不是我们度过的日子，而是我们经历的事情。有句英文呢说得很经典， It's not the days of your life, but your life in your days count。 说有这样一个捐赠者，每天呢往你的账号上存入864块，但你每天呢要把它花掉，因为每天结束的时候账面会自动清零。这个故事呢所比喻的就是时间，就像我们拥有的钱，所相同的是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花，所不同的是它不能透支也不能存下来。人呢每天有24小时，折合86400秒，你每天必须花掉的无法带到明天，但你可以用它来做一些可以持续到明天的事情，比如学习知识，也比如投资。当然在你不知道如何使用的时候，就只有浪费了。
记得在自己的中学时代，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有电视，很多的同学呢不知道自己周末的时间如何花掉，于是选择打扑克牌。他们不是因为学习劳累而需要通过游戏来放松，而是完全因为不知道如何把时间打发掉。然而如今呢，由于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很多，人们的时间不再够用了。虽然穷人与富人所拥有的财富是不同，但他们所拥有的时间都是一样的，都是每天24小时。在财富上呢，有爱财贪财这一说，但对于时间来说呢，好像不存在着贪爱的问题。但是当人们把时间花在投资赚钱的事上，那就意味着卖掉你的时间去换回金钱。为了赚到更多的钱，就自然要牺牲更多的时间。为了开发出更多的时间呢，人们就选择吃即食面、吃快餐来节约做饭、吃饭的时间。人们也选择喝咖啡、喝茶来减少休息睡眠的时间。仍然不够用的时候，就需要牺牲家庭的时间。听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牧师讲述他所认识的一个人的经历。这个人呢，把时间精力都花在赚钱的事上，并且做到了成功，但牺牲了家庭。那年他47岁，原本可以享受事业成功的年纪，但因为贪财呢，被发现挪用了公司的钱，他因此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声誉。但最让他痛的是他无法挽回的，那不是工作，而是家庭，因为连他的子女都已经不再愿意和他讲话了。牧师呢，引用这个人问自己的3个问题：我如何能将一个家重建起来？我如何能够和子女重建关系，使他们愿意和我讲话？我如何能够回到以前，让所有的事情可以从头来？没有人能够回答他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同建造房屋，一砖一瓦，一点一滴，都是在时间上经过岁月慢慢建造起来的，但毁掉呢，只需要极短的时间。马太福音的19章讲述耶稣曾回答一位富有的少年人如何得永生的问题。耶稣向他伸出了邀请的手，说：你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人犹豫了。我们会觉得耶稣的要求太高了，对于有财产的人是很难做到将自己赚来的白白的给出去。然而当我们从时间的角度看这个故事，这个人当时是很富有，他以为自己未来的日子就是指望着他所拥有的财富，然而他却不知道自己与耶稣同在的机会是何等的短少。他更不知道当耶稣死后，耶路撒冷的沦陷所经历的就是罗马人的屠杀。那座圣城只留下一段哭墙，估计那位富有的人，他的钱财早已被洗劫一空，而最可怜的是他错过了得永生的机会。分享一位牧师在葬礼上的讲话，他说墓碑上刻的2个年份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从这个人的出生，也就是他的生命的开始到生命的完结，中间只有一条断线。他说人的一生呢，无论你是怎样度过的，都被这条短线所概括了。它代表了人在地上生活的全部时间，只有那些曾爱他的人知道那条短线的价值。无论你是否富有，是否拥有车子房子，都不算什么，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在爱中度过了这一生。